回顾我的人间烟火被央视点名批评，句句不提杨洋，却句句在说杨洋。近年来，影视行业出现了很多职业剧，主角们披着职业的外壳，光明正大地谈起了恋爱，其中也不乏值得一看的优秀作品。像讲述殡葬行业的3月有了新工作，关于法律行业的底线。那吃着职业红利的我的人间烟火为何央视单独点名批评？导演李牧歌。我的人间烟火在播出之前，观众其实是给予了很高的期待值，因为这部剧的导演是李牧歌。在李牧歌高级的镜头语言讲述下，东宫让彭小冉快速吸粉，进入一线小花名列；司藤让景甜美出了新高度，就连曾被全网黑的孟子义也通过说英雄谁是英雄再度翻红。这3位演员一开始并不被观众看好，李牧歌用自己的实力证明没有拍不好的美女，只有拍不好美女的导演。然而到了我的人间烟火，李牧歌却翻车了。有观众问，为什么？是王楚然不美吗？当然不是，她的额头饱满，鼻梁高，是属于驼峰鼻，给人以倔强清冷的感觉，这也是她仙气感的来源。也因为这一点，她还被称为小刘亦菲。王楚然是美女，李牧歌擅长拍美女，但是这部剧的重心却不在王楚然。像东宫司藤和说英雄谁是英雄都是女性向，还带有玄幻和古风色彩的电视剧，而我的人间烟火却是一部实打实的大男主剧。换而言之，李牧歌的重点去强调女性角色有多美，而是要强调杨洋所饰演的宋焰这个角色的人物魅力。无疑，李牧歌对宋焰这个人物的掌控是失败的，因为他不擅长。此外，像东宫司藤高饱和度色彩放在现代剧中不合适，李牧歌就换了个路子。他在剧中多次使用平行蒙太奇打破空间的方式来塑造人物角色，但是很明显不太成功。一会儿是宋焰包饺子的镜头，一会儿是许沁给病人做手术的镜头，一会儿是宋焰火场上救人的镜头，一会儿是许沁读书时代的镜头。许沁手术时带给观众的揪心会被宋焰包饺子的愉快冲淡，宋焰火场上救人带给观众的紧张也被许沁读书时代平缓冲淡。剧情需要冲突和矛盾，该紧张的时候紧张，该平和的时候平和，而2个毫无关系的镜头交叠在一起只会给观众带来割裂感，剧情拉垮，缺乏逻辑。我的人间烟火被吐槽的最多的就是情节问题，剧情拉垮，还没有逻辑。首先，宋焰高中和许沁早恋，还引导他故意填低志愿和自己上不好的大学，这样自私自利的人怎么值得搬上屏幕？作为消防员，宋焰不仅不听自己指导员的指挥上自作主张，对下属的态度也极为冷漠乃至不近人情。先来看看女主这条线，失去双亲的女主许沁被富豪孟怀瑾收养，从此许沁从福利院变成了富二代的生活，但是许沁却控诉养父母对她控制太严，让自己太压抑。养母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女主，小时候吃饭要求许沁注意卫生，不让她吃垃圾食品。高中得知许沁不仅早恋，还和男同学喝酒打架，坚决反对2人在一起，送她出国留学。许沁毕业回国后，养母给她安排进医院上班，亲自去讨好医院领导给她铺路。就连养女给她介绍的对象也都是有钱有势的人中龙凤，不过人家看不上，反而喜欢男主。喜欢宋焰什么呢？是喜欢吃他啃过的骨头，还是喜欢他家的白粥？演员演技僵硬，让人尴尬。如果剧情不行，演员演技好，这部剧也不至于被骂得那么惨。但是男女主演技的差，大家也是有目共睹。首先，杨洋的台词和他的肢体语言没有融合，有种奇怪的割裂感。单听杨洋的台词，
很容易注意到杨洋会使用端腔。当然，演员和配音演员为了对声线的美化，都会在剧中使用端腔。如果是饰演的是高冷的翩翩古代公子，那么全剧使用端腔也无可厚非。但是针对于杨洋的角色，频繁使用就会让人觉得这个消防员怎么那么高冷，声音跟人物贴合度也不高。不仅是台词语言，就连他的肢体语言也是端着的。杨洋的每一个动作和表情都是精心设计过的感觉，表演的痕迹感重。对于观众来说，就是过于板正，没有松弛感，时间长了有点累。但是这部片子里依旧有叫人出彩的演员，一个是饰演男二的魏大勋，一个饰演女主妈妈的陈瑾。相比男主杨洋，魏大勋的人设很简单，就是纯情霸总爱上异父异母的妹妹。但是他每次冷冷盯着情敌的表情都非常到位，完全没有表演痕迹。看到女主时，眼神自然流露出温柔；看到情敌时，对对方的嫉妒也能分毫不差的显现。陈瑾老师饰演的女主养母，角色出场次数不多，但那个气质拿捏太到位了，语气平淡带有压迫感，几句台词和动作就看出来这个角色的性格。人设不讨喜，不贴现实。说到人设，编辑原本可能是想将男主宋焰的人设塑造成一个热烈温暖的人，治愈了女主在收养家庭自卑敏感的心，再加上还是消防员，借着职业光环来吸一波粉。可要知道，消防员的工作是灭火救援、抢险救援和社会救助，工作范围特别广，工作强度也很大，上至灭火，下至救人，还要负责救猫救狗、取戒指、破门、摘蜂窝之类琐事。忙起来的时候，一天24小时可能都在外面工作，哪有时间谈恋爱？而在我的人间烟火中，宋焰几乎每次出任务出了事儿都会遇到女主，然后导演再给慢镜头强行给男女主刷好感度。年轻时是吊儿郎当、桀骜不驯的好坏学生，靠着自己哗众取宠吸引女主的关注，长大后又强行安排一个消防员人设来洗白。但是男主的行为却体现不了一点对消防员职业的尊重。剧里甚至还出现了男主使用灭火器逗女友开心这样的情节。更可笑的是，男主使用灭火器的方法并不规范，灭火器不能在密闭空间里使用，男主上下喷射的方式也是不正确的。消防教学事关生死，应该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，却被男主用来玩乐，也难怪会被央视点名批评了。不仅仅是宋焰，女主许沁的人设同样存在很大问题。编剧设立医生人设时，不仅没有对医疗行业的基本常识，而且还没有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之感。首先，许沁是医生的身份，她剧中出现了28岁就面临升副主任医师的情节。同样是医生，你是我的城池营垒的米卡27岁，还是个住院医。邵雨涵神经外科主任已经40岁了。医生职称的晋升是要学历、资历和科研要求，不是后台硬就可以一步登天的。在现实生活中，35岁能升副高都是很了不起了。还有许沁在废墟中给孕妇接生的剧情，就缺乏了一个医生应该有的职业素养和同理心。一个母亲明明还有可能被抢救活，却被活活的划开了肚皮，完全断绝了生的可能。一群消防员不去抢险救灾，全在围观活剖孕妇。孩子被救出之后，所有人都在欢呼雀跃，全然不顾一旁死在废墟里的人。对此，有妇产科医生表示，如果遭遇意外，优先抢救大人。这种用牺牲孕妇的镜头来体现主演高光时刻的行为，本身是对医护行业的不尊重。此外，许沁在同事面前十分高冷强势，是一个专业上十足有能力女强人。可整体一看，尤其是在男主面前，又给人一种伤春悲秋的柔弱感，
给观众很强的别扭和不适。尤其是医院分组那场戏，好几个人主动去了另一组，剩下的人就自动划入许沁那一组。当组员们笑着向许沁示好时，他表情冷淡，很没礼貌地说了一句干活。明明看着是个柔柔弱弱的人，其行为处事却在那硬装高冷。编剧不觉得这样设计的情节十分别扭吗？俗话说，职业剧如果弱化谈恋爱，反而能让观众自己抠糖吃。过度讲述男女主的爱情，只会让人觉得这是一部披着职业剧外壳的劣质玛丽苏偶像剧。杨洋是真的帅，王楚然是真的美，但剧也是真的难看。一部剧从播出就受到群嘲，可能不仅仅是演员的原因，还有剧本以及导演的影响。希望未来各位演艺行业的从业者可以给观众们带来不辣眼睛、不辱智商的良心好剧。